你已经立遗嘱了吗？通常人都会觉得我还年轻，命还很长，当我老的时候才立遗嘱。我没有屋子，我只买股票，所以我不需要遗嘱。我常常听到这些回答。老实说，我也曾对客户说过，他不需要立遗嘱，理由是他本身只有2个孩子，都已经成年，老公已经去世好几年，父母也早就不在了，而他本身只有和女儿联名的定期存款，并没有房子什么的，所以对于他的个案，可以不需要立遗嘱。但是我也遇过死者没立遗嘱而导致家人没办法继承他的遗产。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分享关于在马来西亚死后财产分配的法律知识，还有哪些人、哪些情况最好是立遗嘱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轩如心所愿的频道，祝愿大家充满着满满的正能量，过上美好的一天。在马来西亚，死后的财产分配是分为2种，一种是有遗嘱的，这个是由1959年遗嘱法令所管理，遗产分配将照着遗嘱里所写好的分配方法去做分配。另一种是死者没有留下遗嘱的，那遗产的分配方法将根据1958年遗产分配法令所设定的分配方式去进行分配。这个是根据1958年遗产分配法令所做出来的列表。如果死者只有丈夫、妻子，没有父母或孩子，那么丈夫、妻子将继承死者所有的财产；如果只有孩子，没有父母和丈夫、妻子，那么孩子将继承所有财产。如果有4名孩子，那么将由这4名孩子平分；如果只有父母，没有孩子和丈夫、妻子，那么父母将继承所有财产。所以，简单来说，父母、丈夫、妻子和孩子有优先继承权。在有父母或丈夫、妻子或孩子的情况下，死者的兄弟姐妹是没有继承权的。如果死者有丈夫、妻子和父母，那么丈夫、妻子继承一半，父母继承另一半。父母双全的情况下，父母2人将平分那被分配到的死者的一半财产。如果死者有丈夫、妻子和孩子，但是没有父母，丈夫、妻子将继承死者财产的1/3，而孩子们将继承死者财产的2/3。如果死者有父母和孩子，但是没有丈夫、妻子，父母将继承死者财产的1/3，而孩子们将继承死者财产的2/3。当死者有丈夫、妻子、父母和孩子的时候，遗产的分配比例将是丈夫、妻子获得遗产的1/4，父母获得遗产的1/4，而孩子们将获得遗产的2/4，也就是1/2。当死者没有丈夫、妻子或父母或孩子的情况下，以下这些人将依照顺序继承死者的财产。第1顺位是死者的兄弟姐妹，第2顺位是死者的祖父、祖母、外公、外婆，第3顺位是死者的叔叔、姑姑、舅舅和阿姨，第4顺位是死者的曾祖父母和曾外公、外婆，第5顺位是叔公、姑婆、舅公、姨婆，第6顺位就是政府。发现了没有？孙子孙女、侄儿侄女都不在顺位里哦。就是说，如果第1到第5顺位的人都不在，那么死者的财产将归入政府所有。所以很明显，当你没有父母、孩子或丈夫、妻子的情况下，请务必立遗嘱，这样你才能将你的财产分配给你属意的人，不然很有可能你的财产会归国家所有。如果你想要回报国家，那么也是可以的，我会给你一个赞。另一个情况最好是立遗嘱的是，当你有父母、孩子和丈夫、妻子，尤其是当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，那么立遗嘱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麻烦。我看到了不少案例，死者的父母健在，孩子也还小，死者很多产业都还在付贷款，例如豪华汽车，还有房地产等等。要知道，虽然在马来西亚购买房地产的时候都会一并的购买保险，但是有些情况保险金不够偿还剩余的贷款的全部金额，到时候将会出现问题。例如，你的丈夫、妻子和你的父母就可能为了偿还债务而争吵，尤其是当你还有兄弟姐妹，你的兄弟姐妹也参与其中，那么你的另一半将面临非常痛苦的局面。又或者你年迈的父母还需要帮你偿还债务等。所以，当你父母健在，孩子还小，那么真的要好好考虑如何立遗嘱。在遗嘱里，你可以限定什么财产将优先用于偿还你的债务，哪些是要分配给孩子，当作是养育费用和教育费用，哪一些又是给你父母的赡养费用。还有，当你拥有很多财产，例如房地产、
股票、定期存款、现金等等等，那么我还是建议你要立遗嘱，因为你可以帮助你的继承人省下一些费用。当你有遗嘱的时候，遗嘱里所委托的执行人只需要到法庭申请遗嘱认证书，过后就可以开始执行你遗嘱里的财产分配。如果没有遗嘱，那么你的继承人需要和法庭申请委任继承人为你的遗产执行人，之后还需要再次到法庭申请分配令或者销售令，这些都是额外的费用。而且，当你的孩子们都长大了，在各个国家，当没有遗嘱的情况下，他们都需要回来签署文件，作以申请遗产管理书，可想而知，那是多么的麻烦啊！如果你有遗嘱，那么只需要执行人还有2名遗嘱见证人来签署向法庭申请遗嘱认证书的文件，继承人是不需要签署文件的。相比较下，有遗嘱的程序绝对比没有遗嘱的来得简单许多。Nice。第4个情况是，当你有长期同居的伴侣，但是你们没有领证结婚，那么你的同居伴侣并不被法律承认为你的合法丈夫妻子，那么想要保障他的权益，立遗嘱是必须的。第5个情况是，如果你的财产总值并没有超过马币200万，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，当你的遗产有不动产时，你的继承人是需要到土地局申请土地局分配令，或者当你的遗产都是动产时，你的继承人需要到信托局去做遗产分配。让我告诉你一个事实，土地局和信托局等着处理的申请数量庞大，所以你的继承人需要等，甚至超过1年才能办好。虽然有些地方的高庭还是受理遗产不超过马币200万的遗产管理书的申请，但是很多地方的高庭是不受理的。因此，想节省时间，还是立遗嘱吧。而1955年小型遗产分配法令已经更改了，马币200万已经提升至马币500万，现在只是等着政府颁布执行而已。到时候要等土地局或者信托局来处理你的案件，你的继承人将需要望穿秋水才能获得你的遗产。试想想，如果你的继承人急需使用你的遗产来支付生活费、教育费等等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还有另一个情况是，你不想依照1958年遗产分配法令所限定的比例来分配你的遗产给你的父母、丈夫、妻子和孩子们，或者你想分配你的遗产给照顾你的亲戚，或者你的养子养女，甚至你的宠物，那么你是需要遗嘱的哦。以上就是几种需要立遗嘱的情况，当然可能有更多情况，毕竟天底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好，下一期我会分享立遗嘱时需要注意的事项，有兴趣继续了解的朋友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那你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。谢谢观看。